大家好，我是2022年6月10日唐山市烧烤打人事件的处警民警陈志伟，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原警官证。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正在说话的人，名字叫做陈志伟，他过去曾经是一名警察。2年前火遍互联网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他是当天的处警民警。事后呢，他被以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个月的时间。现如今陈志伟出来开始实名举报，维护自己的权利。我现在在一省外地实名举报唐山市曹河店区办案人员在办案期间对我采用违规的审讯手段，从而获得非法笔录。对610事件的相关真实过程，他们不如实制作笔录，掩盖相关事实真相。对我接受采访的过程不如实调查记录，最终为了让作为基层民警的我背黑锅，对我进行迫害，罗织罪名，强行定罪。想想也挺魔幻的一个当年的警察，一个曾经的警察，不得不手举自己的身份证，手举自己过去曾经的警察证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真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每天国内都在上演着各种各样的魔幻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陈志伟网上实名举报维护自己权利的这个故事我们呢，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话说在唐山的机场北路有一条500米左右长的街道，这个街道两侧呢有20几家烧烤店，这是当地著名的烧烤一条街。这烧烤店经常晚上会有人在那里面吃烧烤喝啤酒2年前的6月10号的凌晨2点40分左右，当时有一家烧烤店里头还是有很多人，其中有4个女孩子也在一起喝啤酒吃烧烤。就在这个时候从外面进来一个穿绿背心的男子。这个男子当时也喝多了，进来之后醉醺醺的就开始看着这几个女孩子，因为女孩子旁边没有其他男的嘛。看了几秒钟之后，他就用手去拉穿白色连衣裙女孩子的后背，那女孩子就不干了，一把就把他推开了。他推开之后，这个男的又上去就想要就是动手动脚，结果那女孩子就给了他一记耳光。于是这个绿衣男子就火了，跟他自己几个同伙一商量，就开始往上扑，去打这几个女孩子。这几个女孩子也不含糊，当时拿着酒瓶子就开始反击，一酒瓶子就砸在了这个男的脑袋上就双方就打起来了。那你想想，这几个女孩子是吧，面对几个5大3粗的男子，那肯定是寡不敌众结果这几个男的就把这个白色连衣裙的这女孩子一直拖在了外面，在地上一阵猛打打的那个惨当时这个烧烤店内部和他这个门口都有摄像头，所以整个殴打的过程中全部被摄像拍了下来那当时现场的其他2个女孩子也被打得受不了了，就从这个烧烤店里就往外跑，跑到外面之后，那几个男的就在外面追，就追到了一个胡同的时候就消失了。这个视频呢，在第2天的时候就上了互联网，大家一看就炸了，是吧？当时网上有2个传言。第一个传言就说这4个女孩子被这几个这个歹徒给打死了，打死了当地这政府也不管，就把这消息压在了这下面，没反应嘛。这么大的事情，只有网上有视频，当地警方没有公告对吧？第2个传言，那不有2个女的被几个歹徒追到了一个胡同里就消失了吗？当时就传言说这2个女孩子被追到那个胡同里头由于胡同里头没有摄像头，说这2个女孩子就在那个胡同里被这几个人给性侵了。你想想这些传言传到网上是吧？老百姓本身平时对警察就有意见，对当地政府就有意见，于是就形成了滔天的舆论。当天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包括中央电视台就到现场去采访。采访的时候呢，接受记者采访的警察就是陈志伟。陈志伟当时说他们警察整个出警过程没有问题，2点41分报警，2点46分他就赶到现场了。那么这个到网上之后，老百姓更不干了。你想想，你说2点41分这个报警，2点46分就赶到现场，那整个打人的过程，那视频都可以看到了。你到了吗？没到事后查明这几个犯罪嫌疑人是2点47分才跑的。你如果2点46分赶到现场，那你现场不就是能碰到这些犯罪嫌疑人吗？结果现场的视频后来调出来发现，当这些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现场已经没人了。不光这犯罪嫌疑人跑了，连当事人也都不见了，所以根本不是2点46分到的现场。
所以当时的舆论就越来越大。最后公安部就出来说了，这个案子要督办啊，成立专案组啊。于是就把这个案件呢，就移交给了廊坊市的公安局进行办案。说白了就是不相信啊，唐山市警察局能够秉公处理这件事情啊。案发35个小时之后啊，9名犯罪嫌疑人啊全部落网，其中啊有1个人都跑到了江苏啊。这犯罪团伙中间，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江苏连云港那边的这个人。后来呢，他们就跑到了唐山这个地方，搞一些非法的事情，什么赌博呀，然后那个就给人讨债啊这些行为啊。所以呢，很多都是在江苏被抓捕的。抓捕了之后啊，那当地的纪委也介入这件事情了，就调查他们跟警察之间有没有勾结。一调查还真就有。于是呢，先后有16名当地的警察啊，也包括当地政府的官员呢，受到了纪委部门的调查。那么紧接着几个月之后啊，这9名犯罪嫌疑人被起诉，然后呢，15名当地政府的官员呢也被公诉，其中当地的一个区的区长，也是从公安局的局长升上来的这个人叫马爱军，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而这个犯罪团伙中间的主犯叫陈继志啊，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我们是专案组的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讯问。2022年6月10日，你在什么地方？我在老汉城烧烤店。老汉城烧烤店。对。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我们殴打几名女子了。而这个陈志伟呢，当时呢也被滥用职权罪啊，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个月。去年7月啊，这陈志伟就从监狱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他就开始申诉，他认为他冤呐。我曾2次手写申诉信，进行组织内的申诉，至今已近2年，没有积极的结果。我自去年7月16日恢复自由之后，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检察院、唐山市纪委监委、信访等多部门实名举报我的案件存在的问题。各部门均告知我，他们受理了我实名举报的问题，但是均没有了下文。我想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曹河店区法院提交再审申请书，但是他们根本不作为，只用延期的司法手段拖延我。拖了1年了，他没招了。陈志伟觉得他想通过正常途径啊来维护自己权利，没有办法了，于是才在今年的8月4号，在网上举着自己的身份证开始网上实名举报。于是呢，整个这件事情在互联网上就形成了一轮新的热搜。那陈志伟啊，在举报的内容里头有几点，我在这里先给大家讲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关于出警时间，因为当时法院在判处陈志伟啊，他这个滥用职权的时候，说他当时啊，就整个出警的时间延误一共用了将近30分钟的时间才赶到现场，3点09分到了现场啊。导致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早都逃离了现场，而这个陈志伟说冤枉。610案发接警后，到达现场用时近半个小时，造成出警严重迟误。而当时我在派出所根本不是负责出警的民警，并且我是在凌晨近3点才被通知到有该警情，而临时出的警。从我接到命令到达现场，实际用时是10余分钟。下面我将列出3张截图，是610案发前后我们当时值班班组的微信工作群内的聊天对话记录。图2显示是610的警情传达到派出所后，没有人告知我该警情，我也没接到任何命令临时出该警。图3显示微信时间2点53分的对话，对话里最后说顺道喊下志伟，即2点53分的时候，我依然还不知道610警情，也没有人命令我出开警。我得知该警情的时间范围大致在2点56分左右。于是呢，有人才到了陈志伟的房间那个地方敲门。陈志伟自己的解释，他本身那天并不应该出警，他本身也不是巡警，他只是派出所里头处理片警本身那天正常情况下他不应该出警嘛，所以在2点钟左右的时候，他呢就在宿舍里休息了，所以在2点56分左右的时候，他被叫醒，穿着警服开始出警
然后呢3:09赶到现场，这一共是13分钟的时间。为什么是13分钟呢？他说门口修路，他们要绕过这个路段，所以呢用10几分钟的时间赶到了现场。所以他本身他认为没责任。这里他就披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说为什么那一天他应该去出警呢？叫他去出警呢？他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副所长叫韩志勇，那天晚上韩志勇带着几个警察和辅警到外面喝酒去了。本来韩志勇应该在派出所里值班吗？由于他不在嘛，最后所有的警察都找不到了嘛，才让他去出警。所以他觉得他被抓差了，他本身不应该出警，而且他也没有耽误时间嘛。所以这是他觉得非常冤枉的一点啊。这第二点就是关于放走这陈继志的事情啊。那法院的判决书就讲到了，他当时到医院去找当事人了解情况，在医院的走廊里头见到了陈继志，询问呢，陈继志就承认了他是那天打人事件过程中间的当事人。结果他没有把这个陈继志直接抓起来，而是呢就问完之后啊，就把陈继志给放了，所以这就属于滥用职权。那这个陈志伟啊是怎么解释呢？他说这情况啊比较复杂。那天3:09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现场都没人了，因为2:47的时候，这犯罪嫌疑人就跑了，其中2辆是打车跑的，另外1辆呢，他们自己开了一辆汽车啊。所以到了现场之后呢，他们就调取了录像，看了这个现场的情况，然后呢，他就带着他自己的同事啊，到了医院，想找当事人来了解情况，就是那被打的4个女生，当时也被人送到医院嘛。结果到了医院门口的时候，他发现这医院门口有一个人形迹比较可疑，他就问那个人呢，就在草坪上，估计也是受了伤啊。他就说那个人叫申小俊，果然是参与打人的人。于是呢，他就把这申小俊带回到警察局。带回到警察局的时候，他说犯难了，为什么呢？因为那天他们一共有9个人在值班，但实际上那不是副所长带人去喝酒去了吗？还有人开着高考寺院吗？他身边实际上他那天去现场的时候只带了2个辅警，就3个人。回到警察局之后，如果要对申小俊采取强制措施，按照公安部的规定，你至少得有2个人才能做笔录，至少得有1个人看着他嘛。于是他们决定把申小俊放到警察局看着的时候，他就带着另外1个人到医院继续去找当事人去核实情况。到了医院的走廊的时候，他见到有1个人头上包扎着，里头渗着血，他也觉得可疑，上去一问，这个人就陈继志嘛。陈继志也承认他就是那天打人的人，但那哥们喝多了，一问语言不详，回答不清楚。陈继志旁边是他的妻子在陪着他，他妻子一看警察问他，很紧张啊，就说他当时是互殴，你别光对着我丈夫吗？你看我丈夫被打伤了，需要治疗啊，还要去住院呢，要打破伤风针呢。陈志伟讲，他当时并不清楚案情啊，还没有见到受害者嘛，所以他就要求陈继志的妻子留下手机号和身份证号，于是呢就把他们放了。他说他看着陈继志啊和他的妻子呢就奔着住院处那边去了，他以为陈继志去住院了，然后他才去找到了当事人，找当事人核实情况，就问当事人认不认识陈继志。当事人其中有1个人说我不认识，其他人认不认识我不知道。因为认识的话，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感情纠纷呐、什么互殴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时候，他就给那派出所的副所长韩志勇打了一个电话，一共7分30秒，据说自己还录了音。他就把现场的情况跟韩志勇讲了。他说韩志勇也没有告诉他应该把陈继志抓起来呀，而且他当时说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他说如果要对陈继志采取强制措施的话，他身边只有1个辅警，那他如果要是跟当事人去了解情况，也必须有1个人同时执法呀，没人呢。他说没有人的情况下，他总不能分身吗？那这种情况下，这个什么原因造成没有人分身呢？不就是韩志勇他们喝酒导致的吗？他自己作为一个小警察，他有什么办法呀？这是他的爆料的最重要的2个内容啊。他这个爆料出来之后，8月6号，也就是1天半之后，当地的警察局，唐山市就发了一个公告，说这陈志伟啊说的这些东西都不实，是吧？通通都是假的，因为我们就重新把案卷看了一遍啊，就是没有问题，他就是属于滥用职权。3. 我在接受采访的现场，当着唐山市多个部门10几名工作人员的面，如实说清楚了我出警用时是10余分钟到达的现场。新闻稿上所说的出警5分钟到现场不对，我拒绝念新闻稿，但是我仍被现场的市级领导拍桌子，
严厉命令威胁我，赶紧照着稿子念。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别的媒体也报道了啊，就是那天早晨，就是6月10号早晨，他要写一个内部通报吗？这陈志伟啊，就跟那个副所长韩志勇，还有他们的所长胡斌3个人一商量，写成了2点46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执法记录仪上显示到现场的时间是2点46分，但显然不是2点46分到的，就是他的执法记录仪的时间慢了。但是为什么他写成2点46分呢？因为唐山市公安局对现场处警有时间要求，如果你写3点09分赶到现场的时候啊，那你就要承担责任嘛。所以3个人一商量就写成了2点46分。但是下午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这陈志伟一看来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我估计他可能是觉得有事情闹大了，他这2点46分不太靠谱，于是他就说他跟现场的领导讲了，他不是2点46分到现场的，他是用了10几分钟赶到现场的。据他自己讲，他说现场有个市领导拍着桌子就跟他说，你就按照这个2点46分讲。然后他没有办法，就面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说2点46分他赶到了现场。结果后来不就炸了吗？于是他也出名了吗？最后他不是被判刑了吗？他觉得冤呢。他说他自己不知道那个市领导叫什么名字，他不认识，但是就是一个市领导啊。那么关于这一点，那当地的回复里头说，他其实就是跟他那个派出所的所长、副所长他们3个商量的，没有领导的事情啊。那2个人都被判刑了嘛，所以当地没什么责任嘛。关于这个回复啊，我个人认为啊，陈志伟讲的很可能是真的。他自己说他手上有录音呢。要说陈志伟这个人还是脑袋比较清楚的啊，他对这个跟领导的讲话的过程中，他都录了音，包括他给派出所那个副所长韩志勇打电话，他也录了部分的音。所以他说他现在手上都有这些客观证据，他既然实名举报了，他就会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所以当地政府当时指令他按照2点46分来说，这一点我认为极大可能是真的。因为你想想，当地政府当时就是希望把这事情赶紧压下来，不要有责任，对不对？关于第2点，就是他放走陈继伟的事情，我认为这哥们确实也有点冤。因为按照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啊，遇到犯罪嫌疑人酒醉的情况下啊，有几种处理情况。一种呢是你把他约束起来，等他酒醒，但同时规定你也可以把他交给家属看管。这个哥们的行为啊，他说他当时看到这个家属把他带到住院部那儿去了啊，他并没有放走这个人，只是希望这个家属看管。在我看来，陈志伟的行为啊，他属于怎么说啊，就是属于这种你说滥用职权嘛，我认为他属于法律边界之间的事情。直接用滥用职权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个月的时间，确确实实有点重，确确实实有点让他背锅的嫌疑。那么这件事情啊，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更想说的是陈志伟实名举报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整个这件事情特别荒唐。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个唐山烧烤店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形成后面的滔天舆论，那这个事情的前面的那部分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呢？那陈志伟当天不是先抓了一个叫申显俊的这个人吗？申小俊他当时把他带回到派出所，放到派出所里头，他也做了笔录当天处理到早上6点钟。但是早上9点钟的时候，这申小俊就被放了。被谁放了呢？被他的派出所的副所长这个韩志勇给放了。韩志勇为什么把申小俊给放了呢？是因为另外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给他打电话说这个申小俊也是哥们儿是吧？你就把他放了吧。于是韩志勇就把申小俊给放了。申小俊是整个的案子中间最后一个被抓到的人，一直在江苏。他放完之后就跑了吧？那你想想，申小俊作为犯罪嫌疑人被陈志伟抓回到派出所，然后呢，这派出所所长当天就把他放了，那说明什么？说明这警察跟这个黑社会这些人确确实实都是勾结在一起的嘛。整个这案件后来调查过程中，又发现了更多的惊天的犯罪事实。你就比如说，本案过程中间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叫陈继志，陈继志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非常重那么陈继志后来媒体调查就发现他是有很多前科的。2012年以来，陈某志等长期纠集在一起，在唐山市等地涉嫌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非法拘禁、聚众斗殴、故意伤害、开设赌场、抢劫，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寻衅滋事等刑事犯罪11起。其中比较典型的一起发生在2015年的12月，陈某志因与商某凯因抵押车辆发生纠纷。2015年12月12日晚，陈某志得知商某凯在唐山市某小区后，指使刘某等人到该小区找到商某凯。因为控制商某凯的时候，商某凯遭到商某凯的反抗嘛，然后刘某等人用这个 U 型锁击打这个商某凯的头部，当时造成的头部就面部全是鲜血。刘某等犯罪嫌疑人强行将商某凯带至了陈某志指定的唐山市开平区某大院内，在这里，陈某志等人继续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殴打。再后来，犯罪嫌疑人在这个拘禁期间呢，又将商某凯塞至了后备箱，对其实施控制，整个过程都体现了这个犯罪团伙的手段残忍。就这2个人呢，被打之后就翻墙跑出去了，跑出去之后就报警，警察呢后来就把陈继志、刘涛给抓起来了，一共抓了4个人。结果当年刘涛被判刑的时候啊，发现这陈继志不见了。当时判决书里头讲到说，陈继志刑拘在逃，他明明已经被警察抓起来，最后怎么刑拘在逃呢？后来人家专案组调查发现，就是这个叫马爱民这个人，就是那区长嘛。他其实明明知道陈继志是犯罪嫌疑人，本来不应该取保候审，他给他办了取保候审手续。取保候审之后，这陈继志就不见了，就跑了，再也没抓住。后来呢，当事人不停的去上访啊，去举报啊，才在几年前呢被网上追逃。结果网上追逃，这陈继志也没事啊，然后呢还在这个烧烤店继续打人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地的这个警察啊，跟这个黑社会之间勾结在一起这件事情啊，本身就是当时唐山市的一种常态。说句心里话，这个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过程中间，那些舆论的传言，事后证明其实都不是真的，就是那4个女生被打死了，也包括他们在胡同里被性侵了啊。但是可悲的是，如果没有这些虚假的传言，这件事情就不会上热搜。如果不上热搜，这件事情可能就真的会不了了之。因为那个派出所的所长胡斌，当天上午的时候就指示他的副所长韩志勇，把这个案子不是定性为刑事案件，而是定性为一个行政案件。行政案件最多也就是对当事人拘留15天。也就是说，当地那警察跟黑社会之间勾结在一起这其实在当地就是一种常态。所以你就感到可悲了吧？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虚假事实的传播，形成了滔天的舆论，最后才把警察跟黑社会之间相互勾结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才最终查清楚。这不是悲剧吗？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网上这样的一个舆论，那么这个4个女生可能就真的被白打了。想想，这真是中国社会中间民间生态最真实的一幕。第2个方面，你说这个陈志伟他这次实名举报有没有可能成功？在我看来，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因为陈志伟的这次网上的实名举报，他指向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当然也有说那个市里的领导但他也说不出来那市里领导是谁更重要的，他指向的是整个唐山烧烤店在事后处理的程序，也就是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制度。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头你往往指向某一个人还有可能成功，但是当你指向某一个制度的时候，指向整个体制的时候，你是没可能成功的。因为就算拿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来讲，这个是在有舆论之前就息事宁人，黑社会跟警察之间相互勾结，一旦要形成舆论之后，就开始从重从快，把所有的人抓起来，赶紧从重从快的处理掉。但是唯独不能质疑的是这个体制，而这个陈志伟现在质疑的就是这个体制。而这个可悲的是，陈志伟当时由于接受了采访，他自己的确成为了牺牲品，所以他不服他出来要举报当你举报的时候，因为他为什么当时没有这个上诉？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他自己也讲了，如果你要是上诉的话，那就说明什么？你当时是被你当作是从轻发落嘛，认罪嘛。
如果你要是上诉的话，不服的话，那你很可能还要给你判得更重，所以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啊。但是他自己说，他当时被判了1年零1个月有期徒刑，在看守所里他就开始申诉，但是这个时候再申诉已经没有任何人管他了，他真的就被牺牲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当缺乏一个公正的这个司法程序的时候，不光是普通人的权利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就是身为警察，当你有一天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说白了，你其实也是孤立无援，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就是陈志伟今天所面临的局面。最新的情况啊，就陈志伟讲到了，我希望有更高级别的调查部门介入我的实名举报问题，彻底还原案件所有的真实情况。我走到实名举报这一步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只要还有自由，还有生命，我坚持到底。但是8月6号晚上他又发了一个视频，昨天晚上已经有唐山的人来到我目前在外省外地的住所，多次敲门，说是我的事儿还得回唐山解决，领导想见我。我实名举报当初影响这么大的案件，我压力极大，出于安全的考虑，我没敢开门，也不敢回去。那你回唐山，那些领导会怎么处理？会保护他吗？会在乎他吗？显然不是啊。那些领导在乎的是他所制造的舆情，而这个舆情背后所揭示的是现在已经彻底烂掉了当时唐山市的这样的一个警察体系。你从那个回复来看，当地的那些部门呢，其实也并没有真心的想要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他过去的一些举报啊、申诉啊，也都石沉大海了。按照陈志伟来讲，当地的现在这个部门就是既当裁判又下场踢球。这件事情如果真正的调查清楚，你必须也得异地去调查。所以他现在呼吁啊，能够有更高的这个机构，就超越唐山市这一级的机构来进行调查。但是说白了，要维护那4个女孩子的权利，能形成滔天的舆论。但是陈志伟作为一个警察的权利，未见得能获得那么多这个互联网网民的同情，未见得能形成那么大的舆论，也就很难形成更高的调查组来介入这件事情。所以等待陈志伟的，在我看来，未见得是一个光明的前景。他对这个案子想要翻案是极其困难的，因为给他翻案，那证明什么？不就证明当时市领导指示他2点46分到现场这件事情是真的吗？你必须要前提要处理当地的政府部门吗？而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在当地看来，如果重启这个案子，就只能说明当时的处理还有各种各样的程序瑕疵，还有各种各样的隐瞒的事实没有揭露出来，这是非常令人忌讳的。更重要的是，就我刚才讲了，它指向的是这个体制，这个体制是一旦要是有了舆情之后，从重从快的过程中间，这些警察本身的处理程序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当地绝对不能轻易承认的。你能承认当地的法院判决都有问题吗？那可比登天还难了。所以啊，在我看来，陈志伟的这个举报事件呢，其实啊前景不乐观。最新的情况，我看他的抖音的账号啊，已经变成了私密账号，他也把他的那个微信的聊天截图删掉了，把他最新的这个视频也删掉了。但是啊，我们还是想为陈志伟啊加油，他尽快的把他手上那些证据啊都曝光出来，因为他曝光出来之后啊，才有可能让人们同情那些受害者，变成对黑恶势力、当地政府的黑恶势力的痛恨。这个情绪被动员起来之后啊，这件事情才有可能形成更大的舆论。在中国啊，现在寻求正义啊，就只能靠舆论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2022年6月10日唐山市烧烤打人事件的处检民警陈志伟，这是我的身份证。对610事件的相关真实过程，他们不如实制作笔录，掩盖相关事实真相；对我接受采访的过程，不如实调查记录，
最终为了让作为基层民警的我背黑锅，对我进行迫害，罗织罪名，强行定罪。对于公安机关内部的极少数害群之马，我们将会同纪检监察机关坚决予以查处，绝不姑息。我希望有更高级别的调查部门介入我的实名举报问题，彻底还原案件所有的真实情况。我走到实名举报这一步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只要还有自由，还有生命，我坚持到底。昨天晚上已经有唐山的人来到我目前在外省外地的住所，多次敲门，说是我的事儿还得回唐山解决，领导想见我。